第969集。温丞相率先表态：只要国君放人，老臣愿将外孙领回家中，更改姓氏，从此不再跟淳于氏沾半点关系，将来也绝不会觊觎王位，多生事端。丞相一开口，其他大臣们也跟着一起表态。毕竟是自家女儿生的孩子，说不疼那是假的。现在女儿接回来了，如果不把外孙外孙女也接回来，那女儿在家里能舒心吗？既然今日这事儿都做了，便不如咬咬牙一做到底。反正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，国君总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了。人们都是抱着这个心理，于是一个个都不相让，开口说话尽是咄咄逼人。甚至有人喊道：如果国君不同意，咱们就罢朝。淳于傲被这句话气得够呛，怒道：你这是在威胁孤王。君木林看不下去了，将指关节屈了起来，扣了扣椅子把手，开口道：闹腾，太闹腾了。我说国君陛下，你拿出些魄力来。堂堂国君呢，怎么可以让一群大臣给堵到这个份上啊？要我说，你硬气一点。他们不是让你放这些孩子吗？你就不放，就让他们罢朝去。本太子活这么大，还没在东秦看到过有朝臣敢罢朝呢。哼，正好在你这哥部开开眼，回去给我们家老爷子也讲上一讲。淳于傲气的脸都发紫了，内心几乎已经在咆哮：君莫林，你拿我胳膊当戏看呢？但内心是这样咆哮的，嘴上的话却不能这样说。他努力压下自己暴怒的情绪，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：真可惜呀，孤王怕是不能让太子殿下您如愿了。这些孩子，孤王的本意就是想放他，跟朝臣们威不威胁没有半点关系。太子殿下要是想看戏的话，还是回东秦去看吧。我们哥部国小家小，搭不起您看戏的大戏台子。君木林点头：哦，那还真是可惜了呀，还以为能看到权臣罢朝的盛况呢。淳于傲广袖一甩，再不想理他，只大声冲着下方道：后宫所有孩子全部随母妃一起遣散出宫，剥淳于姓氏，限3日内到城主府改换名册。另母妃已死者可随外祖一家离去，但若有连外祖家都没得回的，那便自寻出路，孤王再不会多管任何。这话一出，下方人们感激涕零，甚至还有人说道：孩子呀，你们的罪终于遭到头了。但也有人因此将君木林给记恨上了。孟老爷就听到身边有个人在说：真是好险啊，那东秦太子简直不是个东西啊。孟老爷同孟淑玉同时扭过头去看，说话的是礼部左侍郎荣大人。那荣大人还在说话：还以为东秦太子是个明事理的，没想到居然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竟然还怂恿国君让我们罢朝。我们罢朝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孩子放不出来，又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哼，他就为了看哥部的热闹，就是为了一己私欲，就是为了搅乱哥部朝局。孟老爷看傻子一样看他：荣大人，以前觉着吧，你看事情很是通透的呀，怎地这一桩竟看得如此糊涂？你觉得那东秦太子说的那番话，就是为了不让国君把那些孩子给放出来？不然呢？荣大人一瞪眼：你没听到他是怎么说的吗？啊，他让国君陛下不要放那些孩子，还让我们罢朝，哼，还说他从来没见过罢朝，
想在哥部看一出，这不就是看戏吗？他是在用那些孩子当票钱，过足他的戏瘾呢。难道这样的人他还不值得谴责啊？孟淑玉把头转了回去，他觉得这位左侍郎就是个傻子，他不想跟傻子说话。孟老爷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教育教育傻子，于是他反问了荣大人：哎呀，最终结果呢？是国君顺了那东秦太子的意，让你们罢朝，绝不放孩子啊？还是国君逆了那太子的意，不让你们罢朝，放了孩子？荣大人，请您告诉孟某最终的结果呀。荣大人愣了愣。最终的结果是放了孩子，但那是因为国君陛下生那个太子的气呀，不想顺他心意罢了。一个东秦的太子想跑来做我们哥部的主，他真是想得美。这不就是了？孟老爷摊摊手，如果没有东秦太子这么一击，孩子们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放出宫去啊？你要知道，那可是皇子和公主啊！不管真实情况如何，他们名义上都是哥部的皇子和公主，是国君陛下的孩子。把女人和孩子都放出宫去，还让他们改姓氏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这让平民百姓怎么看呢？外界本就有流言蜚语，在这种时候放妃嫔和孩子们出宫，国君是要顶着多大的压力才敢如此做呀？你真以为不靠激怒他一下，他就能把人给都放了？荣大人，我告诉您了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以国君陛下的脾气，他只会把人都杀光，一个不留啊！孟老爷说到这里脸都沉了。荣大人，你家里也有女儿送进宫吧？孟某若是没记错，应该是荣贵人，还生下过一位皇子。可惜生下来的皇子不足1岁就夭折，孟贵人没过多久也死在了后宫里。皇上甚至连尸首都没让荣家看一眼，草草下葬。不对，可能也没葬。听说后宫死了的妃嫔都是找张席子一裹，随便丢了。别说了，孟大人，你别说了。左侍郎老泪纵横，那可是他从小疼到大的宝贝女儿啊。孟老爷却是冷哼一声，告诉他：所以啊，这样的国君呢，你以为没有那东秦太子一番刺激的言语，他能轻易就把那些孩子给放了？人家是在帮着你们。如果连这都听不出来，你不如罢朝算了。左侍郎被怼得没了话，其他人听了孟大人的分析，也顿悟过来。国君发了话，皇子公主们得以离宫，宫宴现场又变成大型认亲现场。可也有的孩子并不满意这个结果，他们根本不愿意离宫，也根本想不明白自己的皇兄皇姐是抽了什么风，好好的皇宫不住，偏要跑到外面去。好好的淳于氏不幸，偏要去跟外祖姓。外祖家里再好，也不如皇宫好啊。外祖的姓再大，也没有淳于氏大。他们原本是哥部最高贵的皇子和公主，结果一夜之间却成为了来历不明、不知何姓的被抛弃的孩子。他们不乐意，他们还想将来当国君呢，为什么要离开皇宫？于是有人开始闹腾了，哭着不走。便有年龄长一些的皇子来给他们讲道理，告诉他们即使不走，也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，更不可能有机会继承君位了。
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国君的孩子。今天走了是生路，今天若不走，很有可能就要被拖到大池塘里去喂鱼了。那些孩子打了个哆嗦，一下就想起来这些年身边经常有兄弟姐妹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，也经常有兄弟姐妹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便被父王当场掐死摔死。听说失踪的孩子有一些入了狼口，还有一些为了吃人的鱼。都说虎毒还不食子呢，父王却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，说杀就杀了，以至于他们每一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下一个被掐死的就是自己，也生怕突然哪一天自己就从兄弟姐妹身边消失了。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都想明白了。虎毒的确不食子，就像父王对大黄姐，那是从来都顺着大黄姐心意的。大黄姐不管做了多大的错事，都会得到原谅。他们从来没看到过父王骂大黄姐一次，骂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打了。因为那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而他们这些不是亲生的。没有人哭闹了，所有孩子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他们并非国君的亲生孩子。既然不是亲生的，人家为什么要养他们？又为什么让他们继承君位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妄想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逃离，逃走了才有活路，当国君也没有活下去重要。孩子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母亲，没有母亲的就去找到自己的外祖家，什么都没有的就集体站到双月殿外，静静地等着宫宴结束，一起出宫去。君木林在一团乱中往白鹤然那处看去，就见他们家小丫头正冲着他眨眼睛，还在摇头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便明白了小丫头的意思。再瞅瞅国君淳于傲，似乎对这场宫宴忍耐到了极限，就准备大手一挥把宫宴给结束掉。可是他怎么能让这场宫宴就这么结束？他家小丫头可还冲着他摇头呢。虽然不知道小丫头还要在宫宴上捅出什么幺蛾子来，但媳妇儿的命令必须服从，这是他的宗旨。于是君木林开口了：这闹腾的，你们哥部事儿可真多呀。本太子是来参加寿宴的，可这宴没吃几口，歌舞也没看几段，光看宫闹大戏了。行了，现在也闹腾的差不多了，该认的亲也认了，是不是宫宴也该正式开始了呀？国君陛下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赶紧的，让歌舞继续啊！淳于傲鼻子差点没气歪了，还继续？他都要宣布宫宴到此结束，让这些闹眼睛的人各回各家去，别跟他眼巴前晃悠了。还有，他还要跟白惊鸿仔细问问隐疾是怎么个治法，他要赶紧把病治好，赶紧生出属于自己的孩子来。他这样想着，瞅了瞅白惊鸿，便觉得这个东秦女子真的是哪哪都好，甚至想到只要白惊鸿能治好他的病，他以后一定好好待他，甚至都可以把歌部王后的位置给他。如果白惊鸿能给他生出儿子来，那以后他们的儿子就是下一任国君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主播小靠，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中年坏大叔白星年。都给我去听神医毒妃。第970集。但是现在要紧的就是把宫宴赶紧结束掉。这宫宴办的，他的脸面已经丢尽了，这双月殿他是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于是他狠狠地回了君木林一句：想看歌舞出宫去看，国王不想看了。你不想看你就走呗。君木林说的理所当然。嘿，没道理，国君不想看了，还得陪咱们看。你觉得没意思你就走呗，但是啊，别把宫宴给结束了，咱们可都是还没尽兴呢。淳于傲很想问问他口中的咱们到底是谁们，都有谁还没尽兴？可再想想，今天几乎全员都同他作对，所有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，这话就没敢问出口。可他也不能走，如果真甩袖走了，那可就成了被东秦太子给赶走的，脸更没地方放。不走呢，又待不下去，
真是好生纠结。这时贵太妃开口了：今晚这宫宴是以老身寿辰为名义办的，那便得听听老身的意见。老身也觉得歌舞看得不够尽兴，御宴宾客的酒饮的也似乎不太痛快。如今众人欢聚，宫里也放了妃嫔和孩子们，也算是喜事一桩。这样的大喜事自然是要好好喝喝酒的，国君说是吗？淳于傲真想掐死这个老太太，这种丢她颜面的事在其口中算是喜事。太妃可知，此事传出去，孤王的颜面便无处可放了，我皇家的尊严也会跟着一败涂地。老神不知。贵太妃说：老身只知国君颜面和皇家尊严从来都不是靠后宫来撑的，而是得靠你自己。国君如果连颜面和尊严都维持不住，就要好好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。今日老身寿宴，老身也想继续听歌看舞。国君一向效仿东秦皇帝，以仁孝治天下，那么便坐下来，好好的陪着老身再看几支歌舞。淳于傲还能说什么？再坚持下去就是不仁不孝。这个老太太总是能把他给拿捏住，捏得死死的，真是不枉养他一场，竟是将他的心里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没办法，只好重新坐回龙椅上，吩咐歌舞继续。有大臣跟宫人们要酒，于是一坛一坛的姜花酒被端了上来。一时间，人们将这场寿宴当成了家人团聚的盛宴，皆顾不得上方坐着的国君，只管热热闹闹的互相敬酒，互相表达着女儿回家的喜悦。白鹤然扯了扯任秋燕，小声同他说：交给你个任务。任秋燕一听这话就来气：我是郡主，你交给我个任务，你交得着吗？当然交得着。白鹤然翻了翻眼睛，反正我是觉得一会儿可能要发生一些事情，关于孟书河的，怕孟夫人听了会受刺激，所以便想请你找个理由把孟夫人先带离皇宫。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，要是觉得她受得了这个刺激，那就继续在这待着，要是觉得她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就想办法先送出宫。反正是你家亲戚，我只管做我的事。任秋燕气得直喘，伸手就要往他胳膊上去拧，却被白鹤然给躲了。这一下被罗安公主瞧见了，当时就瞪了眼睛：秋燕，你干什么？那是你表妹，不可胡闹。她要真是我表妹，我就打死她。任秋燕咬着牙狠狠地说话，但还是碍着孟夫人在场，这话说的声音很小，只不过孟夫人听不到，罗安公主却是听得一清二楚。见自己的母亲将疑惑的目光投了过来，任秋燕只好小声说：她让我想办法先带姨母出宫，说一会儿可能会发生些事情，关于书河的。母亲，她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今晚这一出又一出，哪一出似乎都跟她有关系，哪一出都像是她在背后做了手脚。这万一明日国君回过神来，不是得跟孟家找后账吗？这个人我初次见他时觉得他很好，还帮着孟家把书河给葬了，可今日再看，却是看不透了。任秋燕一边说一边盯着自己的母亲，直觉告诉她，有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，母亲很有可能是知道的。她的母亲从来都不是个糊涂的，比起父亲来，母亲胆大心细，人也精明，许多父亲看不通的事情，在母亲眼里心里都是通透的很。就比如今日这事，他是一桩接着一桩看得目瞪口呆，可是母亲却是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，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。娘，他扯了扯罗安公主的胳膊，你告诉我，这个假的书盒究竟是什么来头？
罗安公主看了女儿一眼，叹了一声，道：他的确是有来头，可是这事儿在这里不方便说，你且按着他说的去做，带着你姨母先出宫回家。至于你想知道的事，待我们也回家了，我再讲给你听。说着轻推了女儿一把，听话。任秋燕不甘心，但母亲都发话了，她也没别的办法，只得狠狠地瞪了白鹤然一眼，然后起身走到孟夫人身边，低声说：姨母，咱们先回去好不好？宫宴快要结束了，一会儿大家都往外走，人就会很多，马车都停不到宫门口，一家家排着，可能得走出老远才能坐上马车呢。秋燕陪姨母先回去，等一会儿宫宴结束，大家就都走了。孟夫人不解，我们为何要先走？跟你母亲一起走不好吗？问完又转头问罗安公主，你怎么不跟我一起走？再拉白鹤然，淑和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罗安公主赶紧说话，今日是母亲寿辰，我一会儿还得去陪陪母亲呢。还有淑和，母亲说许久没见了，想留她在宫里说说话，晚上再一起吃些东西。这宫宴也吃不饱，一会儿少不得还得再来一顿。你就跟着秋燕先回去吧，我得带淑和给她姑姥姥看看。孟夫人这才点了头。也对，淑和打从回京都还没进宫给姑姥姥问过安，今日过寿是该去当面拜个千岁平安的。说完又转过身来同白鹤然说了些宫里的规矩，方才在任秋燕的陪伴下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白鹤然松了口气，见罗安公主正朝着自己看过来，想了想便凑过去道：姨母知道淑和是怎么死的了吧？罗安公主点点头，面上闪过一丝痛楚。知道了，你父亲同我说，在淑和的指甲里发现了金丝。他下意识地想叫赫然，可是再瞅瞅四周，终还是改了称呼。淑和，你确定是那个人所为吗？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如果是他做的，孟家想报了这个仇，可不是一般的难事。即使是你，姨母觉得让国君遣散后宫和那些皇子公主们难不难呢？罗安公主一愣，怔怔的道：不能说是难，而应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历朝历代都没有过这样的先例，从未听说还有皇帝肯遣散后宫的，更没有听说能把皇子公主都放出去改姓新生的。即使那些都不是他的孩子，也绝无可能。他应该做的是杀人灭口，而不是任凭那些知道实情的人流散在外，成为隐患。白鹤然笑了可是你看，即使在姨母看来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现在不也实现了吗？所以说孟家的案子也不是没有深渊的地方，淑和的死也不是没有可能揭露真相。真的能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承认？罗安公主还是觉得不可能，不停摇头。白鹤然拍拍她的手背，轻轻的道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承认，咱们就逼着他承认；他不认罪，咱们就把他的头按到地上，逼着他认罪。我说过，要替淑和报仇，就一定会替淑和报仇。毕竟他的死也关乎着一笔陈年旧账。要是没有我的母亲……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再多说下去，反而转了话题，扬着下巴努了努君木林的方向，笑盈盈的道：姨母您看看那个人，看他好不好，配不配得上我？罗安公主顺着他目视的方向看了过去，一眼就看到那个翘着二郎腿坐在高台上的紫眸太子，当时就笑了。好是真的好，孩子，姨母本来是觉得这辈子还有机会能见着你一面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与你未来的夫婿在一起，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开了大恩。那太子很好，就冲着他今日说的话做的事，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好人。不但是好人，
还是个有本事也有魄力的好人。听说他是位战神，10岁不到就出入战场，挂帅之后就更是无往不利，天底下就没有他打不赢的仗。我们赫然能嫁到这样一位夫婿是好运气。他终于将赫然这个名字叫了出来，叫的时候眼泪都控制不住往下掉了。一时间，从前过往，那些跟着淳于兰一起长大的日子一幕幕在眼前浮现。看着白赫然这张脸，就好像是他的妹妹淳于兰又回来了。2个人还是一起吃饭，一起去父王御前偷好茶喝，晚上还是总会赖在一起睡觉，聊着今日又听到什么好玩的事，聊到哪段戏文更好听，聊到父王身边的哪位妃嫔又起了什么幺蛾子，也聊民间又出了哪位有名气的公子。没想到那么多有名气的公子，淳于兰一个也没嫁，却是被嫁给了一个东秦的国公爷。他抓着白赫然，有些不愿意放手，甚至都想问问白赫然愿不愿意留在歌部，就住到他的公主府里，他一定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待她。可是那怎么能行？人家的未婚夫婿是东秦的太子，待东秦皇帝100年之后，太子继位，这孩子就是皇后了。东秦的皇后是多么尊荣华贵的身份啊，怎么可能留在歌部？好孩子，他吸了吸鼻子，苦口婆心的道：一定要好好待你的夫婿，你好好待他，他才会好好待你。早一天把他的心给抓住了，那样即使日后他娶了侧妃妾室，心里也总是会给你留出一块最重要的位置的。白赫然都听笑了，他站起身，附在罗安公主耳边说：其实他能娶到我才是他的好运呢，什么侧妃妾室，他不敢娶，也不会娶。说完抬步就要走。罗安公主急了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还有话要同你说呢。她想说，你这孩子不能太任性，那是太子，将来就是东秦的皇帝，怎么可能不娶侧妃妾室啊？就是当太子的时候不娶，以后当了皇帝也是要广纳后宫的，哪有皇帝没有3宫6院？后宫女人多才能子嗣多，才能福泽绵长，这几乎就是定律。你要是不让他娶，别说他不干，朝臣也是不能干的，将来少不得要给你扣一顶皇后善妒的帽子。再往严重了说，很有可能上联合的折子让皇帝废后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主播小靠，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九皇子君木楚。宝贝儿，听神医毒妃了吗？什么？没有？哼，你不该反抗我的命令的。来呀，押进阎王殿。